昨天，杨东完善了庇护所，重做了弹力踏板套索 3.0 Plus。我都看不出来，他也看不出来。就说你看没，只能说掉了几片那个果实在这里放着。在外面巡山时，找到了金樱子和盐肤木，称得上是收获满满。发财发财了，真的好吃。杨洋的榨油机试运行屡屡失败，这是他呕心沥血3天的成果，直接把它都挤坏了。一个下午的时间没出门，坐在庇护所门口，用竹子制作了一个儿时的玩具。我想把压力做大一点，结果干废了。这是爷爷教他做的弹力竹筒炮，请大家注意辨别，这只是个玩具。然后我爷爷从我小时候有记忆以来就在我面前转，然后也是一个我很崇拜的人。我的小学还没毕业他就没了。你可以去追那些逝去的人，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要珍惜我们现在身边那些爱你的人，不要让爱你的那些人心凉，不要辜负他们的爱。欢迎收看《打杂荒野》，本期节目由14元民宿独家赞助播出。眼前的这2位选手要在这座大山里完成无规则的生存挑战，坚持时间更长的一方获胜。比赛第11天，晴转多云，14到27度。一早起床，杨东已经做好了早餐，坐在庇护所门口享受着美味。吃口梨，丰富搭配，看没？黄黄蛋白质，一粒一粒的蛋白质。这是螳螂卵，学名叫桑飘鸮，其蛋白质的含量非常丰富，是牛肉的3倍。哇，真香！以前农村小孩尿床就吃它，在少数地区，无论是炭烤还是油炸，它都不失为一道非常名贵的菜品。真好吃。隔着屏幕听着杨东嚼的滋滋作响，感动的泪水不禁从嘴角流出。有吃过的没？另一边，杨洋起床后，惊喜地发现石板陷阱已经触发了。杨洋满怀希望，小心翼翼地翻开石板，却发现里面空无一物。活了，活了，你怎么吃干净了？你这次来，这2天总是给我希望，然后又把我的希望给捏碎。杨洋整理着满地的残骸，没有多说一句话。至少得到了一个经验，他在去拿栗子的那个时候，机关触发的时候，那一瞬间机关不够灵敏，他能撬开，就是0.0几秒的反应，所以一念之间啊，我们总是在前行的路上遇到困难，遇到矛盾。杨洋独自坐在庇护所门前晒着太阳。另一边，杨东出门检查机关，这已经是他连续第6天往返这里，截至目前一无所获。这次杨东隔着好远，却发现树枝已经弹起来了，这意味着套索触发了。杨东一路小跑，疾风带闪电，狗狗祟祟地往机关位置靠近。可惜的是，钢丝绳套上面空无一物。杨东仔细地勘察着现场，一句话也不想说。这已经是他第3次与小可爱们擦肩而过。这应该是套都中都开了。现在的杨东比任何人都渴望蛋白质，盲盒里的少量补充，再加上偶尔抓到的小虫子和螳螂卵，这些摄入量对于一个正常成人来说都是杯水车薪。这个弹出挺多的，这个跑到这里了，现在他去一下子把那个肯定有机会。这一次他踩到了，陷进去没关系，踩到了，触发了。对。经过一步一步总结，发现这陷阱还是有问题。之前是总是用食物引诱去打，发现每次被那些小的东西给搞掉了。招大家伙的小的东西搞的话，就是你搞废掉它，你招不到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改进一下，改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说这个隐蔽式的，就是能看到受精的地方，然后给它放这个。大家认为杨东的机关能够如愿抓住大可爱吗？回庇护所的路上，杨东捡到了一个82年的塑料桶，里面盛满了绿色的液体，一看就是练习时长2年半的正经瓶子。人在荒野，拾荒是获得物资来源的重要方式。杨东二话没说，扛起烧火棍，朝着这个塑料瓶叮咣就是一顿捅。杨东这是在做一个捕鱼陷阱。现在藏点洞，就是这个水啊，可以来回流动，以后，然后这个桶里面的一个饵料，它那种味道啊，能散发出来，然后引诱这个鱼进去。杨东把水桶的入水口用柴刀劈开，做成了一个漏斗状。这样的倒扣的设计，可以让鱼儿方便进去，很难出来。我放这个呢，我就是为了把这个口啊，是最好是竹子做的。我为了省事用这个，应该可以。为了节约体力，杨东也是想尽了办法。这个瓜放进去，
他弄点皮蛋饵料都放进去，多弄几种。做好了鱼笼，杨东一个闪现来到了小溪边。杨东在浅水的石头边翻找，徒手抓到了几条小虾，自己没什么吃。为了长远考虑，捏碎后放进了捕鱼陷阱了。恰巧又捡到了一只迷路的毛毛虫，一起塞进了塑料桶里。把它捣烂，有些那个腥味道。山里温度低，水温更低，杨东不想贸然下水。如果把身体弄湿，等太阳下山后，气温骤降，很容易感冒失温。杨东用树枝把陷阱送到岩石下的鱼群区域。那鱼对这个很感兴趣，你看没有？一群小鱼围过去了。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。杨东沿着溪流往上游寻找，捡到了很多项目。把情绪放平缓一点。留给杨东的时间不多了，为了确保里面能有大鱼上钩，他没有着急收陷阱。就像那种鱼它很小，它经验不足，知道吗？能活下来的都是老油条，然后这些老油条它就是经验比较慢一点。你看等那个小的吃，然后大才过去的，大的特别精，能活这么大不容易的。另一边，杨洋一个人在庇护所里沉思了好久，最终还是做出了一个违背那啥的决定。每次做决定的时候是很艰难的，我是觉得在这比赛还是我去考试，是不是？我想了10000遍这个后果，我想了，如果我不比赛的后果就是我失去奖金，是不是？我失去了这个奖杯。但是这个我以后可以追回的呀！我已经在之前的那些比赛中，我已经证明了我自己，我能够在山上待个个把月没问题。我退出。最终获胜者来自于我们河北邯郸的杨东。至此，打达荒野第2季的比赛正式结束。本届 L 千锤百炼成神章，祝贺你获得打达荒野第2季的冠军。好，谢谢。3天后，打达荒野第3季生存 PK 赛将在湖南和江西交界处的连云山脉上举行。届时会有来自远方的神秘嘉宾向杨东的冠军奖杯发起冲击，敬请期待吧。哎，还有谁还没有玩过瘾啊？